还年轻啊，同学们啊，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啊，你们不管怎么样啊，说我们、批评我们啊，都是应该的啊。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来原谅我们的啊，不是的。我只是说，现在同学们的身体啊，到了现在啊，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你们都已经绝食了，现在就是第6天到第7天啊，6天到7天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绝食时间长了啊，这个身体会造成将来难以不伤的啊损伤。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啊，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石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国家和这个啊，和你们的父母啊，把你们培养啊，抚育上大学不容易啊。现在19岁、18岁、20几岁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把生命牺牲掉啊。稍微理智的想一想啊。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对话的，今天就是说，叫同志们能不能啊理智一些？你们想一想，现在已经到了是一个什么严重的情况？我说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要等这一天，等人回答的你们满意这一天，你们应该早结束。啊，谢谢同志们，就是看看大家啊。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绝食请愿已进入第7天，很多同学身体已极度虚弱。昨天夜里和今天清晨，不断有绝食昏倒的学生被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5月20号下午，我去蓟门饭店了解情况，陈子明、闵琦等等正准备转移。他们说这个地方被公安局盯上了。后来的审讯我的时候问我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判断，是不是心虚？我只能回答说，自从民主墙和北大竞选风波以来，王军涛一直被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着，他当然会缺乏安全感。我们先是转移到北纬饭店，2天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方饭店，都离天安门广场很近，便于掌握情况。当天晚饭以后，陈子明谈了一番对形势的分析。他认为发布戒严令手法太拙劣，不像邓小平的所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某些人架空了邓，采取逼宫的手法，强迫邓出此下策。对于如此重大的行动，邓一直不露面，令人费解，是病了，被软禁了，甚至已经不在人世，没有人能知道。各军区的部队当中，北京部队显然最消极，如果能开成人大紧急会议和特别党代会，局势似乎还有可为等等。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些分析判断80%-90%都错了。显然当时不仅陈子明等等其他卷入的人里，恐怕没有谁是真正了解上层决策的真相的。这么一种完全基于表面现象的粗浅分析和猜测，
实在是过于勉为其难了。我从来都不赞成知识分子卷入中国的什么混账的烂政治。知识分子应该做又能做的，不过是表达意见罢了，包括采取示威抗议、绝食等等极端方式在内。晚上，军涛拉着我去广场，想找几个学生领袖谈谈，结果我们被拦在纠察线外，傻傻的站了1个半小时，既没有人出来，也不放我们进去。我们只好回旅馆。从这件事也足可看出，官方所谓王军涛等人策动、煽动、组织动乱，纯属象壁虚构。我们这些人，第一是想制止动乱，第二是想帮赵子阳一把，不过如此而已。那些自以为是的学生大爷，谁又策划、煽动、组织得了？第3天，我受陈子明之托，起草了第2号告人民书。杨百奎事先已经有一个半成品的草稿，但是我没用，这份文件根本就没有刻印。广场上的学生沉醉于他们自己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答复我说，东西太多，印不过来。下面我要披露的这件事儿，我当初在这个被关起来写的那个回忆录里是没有的，我至今从来没有披露过，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被警察搜出来。要是写了并且搜出来，我这些铁哥们儿，尤其是王东下场就会非常悲惨了。为了弄清军队最终实施戒严，对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时候究竟会采取什么手段，特别是会不会开枪，军涛特地要求我约见我在军队里的这位铁哥们王东，就是老上将叫什么洪学智的秘书。晚上我把他们2个人约到我家密谈，王东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开枪，宣传了几十年的军民鱼水一家亲，人民军队爱人民，要是开枪打老百姓，共产党怎么交代？那共产党不是自杀吗？王东还说要按他的主意，就从监狱里拉几个死刑犯出来，在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枪毙了，就说是打死了反革命暴徒，老百姓还不都鸟兽散了。我悄悄对王东说，能不能去动员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军头出来说说话，阻止军队进城。王东犹豫了一会儿，答应试试看。几天以后，我的副手崔岩转告我，王东打电话到四通公司，让崔岩转告我，我让他办的事情已经办好了。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我后来再也没问过王东。将近午夜，军涛又要我陪他和王丹去北大旁听高自联的一次常委会。路上，我对王丹很坦率地批评大学生们的自负和关门主义。我说，你们这些年不知道有几个人是认真读过几本有分量的书的。你看看你们校园里的大字报，再看看你们那些满天飞的传单，哪有一份像样子的东西？甚至还不如当年文革当中高中生的水平。我指的是，比如说玉罗克的《出身论》和我们办的《中学和红卫兵》等等刊物。你们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就更别提了。王丹争辩说，您不能这么比较，如今的大学生谁能指挥得了？本事再大也不行。我就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人物，我们不过是偶然被浪潮涌上来的罢了。所以我一直希望你们知识分子直接介入，把领导权接过来。搞关门主义的不是我。军涛当时的主导思想很清楚，
他是想从学生领袖当中挑选出几个有影响又可以造就的人物，其中当然为首的就是王丹和沃尔开西，让他们和知识界以及社会其他各界的代表拧在一起，尽力把运动的热点和中心从学生的街头行动转向各界协同动作，通过和政府的协商对话平息事态，进而合法、非暴力、有秩序、分步骤的促成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学生的街头行动积极意义仅在于对上层的强硬派保持压力，它绝不应该成为运动的中心和主导方面。他之所以接力把王丹和沃尔开西拉出来，用意就在于此。这次高自联的常委会，王丹根本就没有参加，他一直在外边和几个同学聊天，中间进去讲了几句相当讽刺的话，看来他也对他们没有什么高的评价。这些常委们对我们丝毫都不热情。会议由王超华主持，王超华是他们当中比较成熟的，当时已经是研究生了。他们在讨论常委改选的问题，俊涛听得不耐烦，打断他们讲了3点意见。第一，应当尽力整顿好广场秩序。第二，把街头行动转向校园内自身的民主建设。第三，多听取理论界、知识界人士的意见。我当时心里想，他们才不会听。从北大出来，我回家，军涛和王丹他们又进城去了。5月24号，我正好在东方饭店，王军涛、陈子明、闵琦他们告诉大家，下午知识界联合会要组织一次知识界大游行，2队人马分别从建国门和复兴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次游行旁观的人群已经大为减少，估计还不到最盛期的1/4。显然大家对游行示威喊口号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感觉厌倦了。这是我生平自愿参加的第2次游行，第一次就是那次5·4新闻界大游行。傍晚，我受王军涛之托，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通知王润生、阮志明、谢选俊出席北京各界爱国违宪联席会议的一次小会，地点就在广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有人把它叫做第3神学院，就是原来的中央团校。我在那儿教了3年书。第1神学院当然就是中央党校，第2神学院是人民大学。我在那儿教过3年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3位都是我去北大社会学研究所之后才调到那儿去的。我把这3位哄上车，道一声再见，径自回家去了。他们想必有点感觉受骗上当，没有想到我把他们劝诱去开这种冒风险的会，自己反倒不去参加。我当时心里想，整个这个局面就像一头丧失理性的疯牛，掉下山涧不过是早晚间的事儿，所以我决定还不如回家睡觉。没想到这觉还是没睡成。11点前后，北京饭店几个电话打过来，急如星火，说万润南找了我一整天，让我务必立即赶到北京饭店。我这才知道，这天下午万润南出动了一班人马，把全国60几所高校70、80个学生代表弄到国际饭店开会。因为被盯上了，又转移到北京饭店，我一听大吃一惊。公司很快就给我派了车，一路上7拐8弯，经常得拿出王丹给我开的广场通行证才能放行。最后总算是顺利开到北京饭店。我坐电梯上到18层，就被2名
穿着白衬衫、灰裤子、手拿对讲机的大汉拦住了。不用多说，一眼就能看出是便衣警察。他们态度生硬，说是时间太晚，不能会客。我说我不是来会客，是开会。说着就往里走。这两人大怒，威胁着上来抓我。正争执着，万瑞南带来的2、3个小伙子上来把他们劝住，好言好语解释一番，他们这才同意放我进去。这两人警告说不能超过半小时。我说那就看谈得完谈不完了。我边说边瞪了他们一眼，转身就往里走。进去之后一看，是一个套间，外边是会客室。王丹正坐在沙发上吃一盒五颜六色的炒饭，我猜大概是扬州炒饭。旁边是几个学生，我一个都不认识。孟日南正和王丹说着话，还有公司的副总裁段永基和别的几个头头。万南看见我上来迎接，我劈头就问：公司不是早就有规定不以公司名义卷入吗？我还没说完，万日南打断我的话说：已经决定的事儿，我说了算，你就不必多说了。早在4月底公司的一次高层干部会上，当时我们讨论怎么对待学潮。当时我提出，从公司的长远利益着眼，不应当以公司的名义卷入和表态。但是对于职工个人采取什么立场和行动，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公司不便干涉。我还建议副总裁叶延红下发了一个掩人耳目的通知，禁止职工利用上班时间介入学潮。我不知道这个公司的既定方针在5月23号的高层干部会上已经被放弃了，大家一致同意万人南直接介入。老段赶紧把我拉进里间，把情况简单介绍了一番，埋怨我为什么一直不和公司联系，又把他们当天下午帮着学生整理的一份叫倡议书拿出来给我看。我一看大惊失色，我说坏了，这事儿糟透了。老段问怎么了？我说这份东西叫人一看马上就会说你这是一屁股坐到学生一边去了，还成什么劝架。特别要命的是这一条，邓阳退休。这是要找死吗？公司还办不办了？老段申辩说这是学生代表的意见，不是我们的意见。我摇头说谁会相信你这话？你说得清楚吗？我又质问他说公司早有规定不以公司名义卷入，这是怎么搞的吗？老段说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我当时还问他，我说你这个东西发表出去没有？他还说没有。我长叹一声说这事儿全怪我要是在场就好了。我从5月13号干的就是这件调停斡旋劝架的事儿，没有半点成效。这事儿根本是绝对办不成的，风险这么大，成本极高，预期收益又极小，这种事儿怎么能做呢？老段说学生代表已经同意撤出广场了。我气得大叫说你们就听他们的，就算他们都同意撤，你问问他们敢不敢保证能说服全体学生？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指挥能力，不信你去问问王丹。我站起身走出里间，问王丹：王丹，你说句老实话，到底有没有把握说服同学们撤出来？王丹苦笑一声，他说：周老师，您又不是不知道，沃尔开西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吗？他指的是沃尔开西几天前在广场上动员撤退，当即被学生们轰了下来，马上就被搞臭了。从那以后，沃尔开西就游离了出来，开始跟王军涛站到了一起。老万不容我多说，带着学生们下楼，到1楼咖啡厅继续密谈，大约又谈了2个小时。我和崔明山副总裁
曹武奇也是副总裁，站在外边看街景。老万和学生的谈话内容，我们一句都没听见。只见长安街上一队一队的摩托车飞驰而过，打着大旗，上面写着"死磕"2个大字。崔明山还讲起，他开车出城时，经常被那些市民拦住，强迫拉人拉东西，说什么拉也得拉，不拉也得拉。当时学生们的心已经散了，维持街头秩序的往往是这些市民自治会之类的更杂乱无章的组织接管。崔明山认为他们素质不高，惹起社会各界许多人的反感。我虽然并不同意崔明山对市民低素质的评价，但我们当下一致断言，这么下去非出大乱子不可。被我们不幸而言中。我们一行人驱车回到公司，已经将近凌晨4点了。我和万日南又独自谈了一会儿，我继续埋怨他做出的错误决定，又把我对段永基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讲了讲我的悲观估计。老万听了，沉默了半晌，蹦出一句："看来我也得找个地方躲躲了。"我转而安慰他说："也许没那么严重，你是好心劝架，应该说得清的。"崔元后来告诉我，万日南第2天又让他继续帮着做劝说学生撤离广场的工作。他在天安门广场找到封从德，崔元说，封从德极其傲慢，带答不理地说："我对一夜之间冒出另一个指挥中心深表怀疑。"崔元每次说起这件事儿，都气得大骂混蛋。没错，他们是真的尝到权力的滋味了。第2天，我被曹思源拉到中央电视台拍一个社会瞭望的专栏节目，主题是宪法与非暴力原则。一边拍着我，一边打瞌睡。我当时就对电视台的主持人说，这节目是白拍，播不了的。他们还认为有希望。我现在回想起万人南的这次国际饭店会议，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万人南一再叮嘱我每天和他联系，偏偏这天我就没有这么做。当时通讯工具非常简陋，只有一些公用电话还老打不通。我这个参谋实在当得失职。老万虽说是矫天之幸得以申免，但是四通没有了万人南，人心就散了。万人南是四通的灵魂，无可争议的领袖，这个地位是没有其他人任何人能取代的。他逃亡了，四通的衰落和解体，我看是不可避免的。就这样，这10年当中，崭露头角的杰出人物、社会精英，就这么逃的逃，抓的抓，沉默的沉默，消极的消极了。正像《楚辞》里边那段话说的：“是浑浊而不清，禅意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宁人高张，闲事无名。”可悲啊，中华民族！